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藏海傳》數據領先，金鷹獎投票狂熱刷屏，他和工作室卻選擇沉默回應，表明自己不想沾流量虛名。最近的金鷹獎投票像一場無聲的颶風，肖戰憑《藏海傳》在數據榜上跑出了斷層式領先，幾乎所有人都在等着看。這位流量頂端的演員會以怎樣的姿態迎接自己職業生涯的又一個高光時刻？粉絲在各大平台瘋狂打頭，媒體輪番試探口風，甚至連路人都忍不住好奇，他會不會出來說點什麼？結果什麼都沒有，工作室沉默，本人沉默。有媒體好不容易逮到機會，把話題往獎項上引。他只淡淡回了一句：“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說完就停了，沒有解釋，沒有補充，仿佛這句話本身就是全部答案。這句話放在當下的輿論場裡，其實是一種很反常的反應。我們習慣了藝人衝獎時的標準劇本：發微博感謝，工作室發戰報，粉絲團組織應援，一套組合拳打下來，叫做對得起大家的期待。可肖戰偏偏選了另一條路，他不接這個劇本。這種反應讓我想起一個更普遍的困局：一個人到底要在被期待的軌道上跑多久，才有資格停下來說一句我不想要？肖戰入行已經10年，從選秀舞台到古偶爆紅，從流量巔峰到爭議低谷，再到憑夢中的那片海、驕陽伴我等作品一步步往正劇圈挪移，他經歷過一個偶像工業裡幾乎完整的生命週期。公開資料顯示，他主演的《藏海傳》是鄭曉龍導演繼《甄嬛傳》之後再度執導的古裝大劇，從立項之初就被業內視為衝獎種子選手。而在此之前，他已經在中國電視劇品質盛典上拿下了年度品質巨星，被視為主流獎項對流量演員轉型的一次重要認可。換句話說，他不需要再證明我能拿獎，他需要證明的或許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種心態的變化在娛樂圈並非孤立。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一點，你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趨勢：越來越多處在行業頭部的演員開始主動從獎項競賽裡往後退。2023年，胡歌憑借《繁花》入圍白玉蘭獎，最終未能獲獎。他在公開場合的回應是：王家衛導演讓我學會了等待。同年，張譯在多部作品熱播期間幾乎隱身，不參加綜藝，不接商務直播，被媒體稱為娛樂圈最安靜的一線演員。這背後當然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這股反表現潮流的集體出現。它意味着行業內至少有一部分人正在重新定義成功的標準。從更廣的社會視角看，這種退出表演的姿態，其實戳中了一個更深的集體情緒：我們活的到底是誰的人生？回到女性經驗上，這個問題尤其尖銳。美國社會學家桑德拉·巴特基在《女性與規訓》一書中提出過一個經典概念：女性身體是一個被持續凝視的場域，她被要求時刻處於可展示的狀態。這句話翻譯成日常語言就是：你要好看，要得體，要符合某種被默認的視覺標準，並且你得讓別人看到你在努力做到這些。於是我們看到，職場裡女性被要求穿高跟鞋，不是因為工作需要，而是因為這被視為專業形象的標配。社交媒體上，好架風、純欲風、鬆弛感輪番成為審美模板，每一個詞背後都是一套完整的穿搭規範和行為指南，甚至連素顏上班都能成為一個話題，仿佛女性放棄對外表的刻意經營，是一種需要被討論的行為。但變化正在發生，而且是以一種用腳投票的方式。根據電商平台數據，2024年天貓618期間，
洞洞鞋類目的銷售額同比增長超過60%。勃肯鞋、厚底拖鞋等舒適型鞋履成為增速最快的品類之一。與此傳統高跟鞋的搜索量和銷量連續3年下滑。另一組來自小紅書的數據則顯示，2024年上半年舒適穿搭相關筆記的發布量同比增長了120%，其中提到自我感受、取悅自己等關鍵詞的比例顯著上升。這些數字背後，是一代年輕女性正在用消費行為重新定義美這件事。美不應該是刑具，舒適不應該被犧牲。這種轉向在身體層面同樣有跡可循。2023年《柳葉刀子》刊發表的一項關於高跟鞋與足部健康的研究指出，長期穿着超過5厘米的高跟鞋，會顯著增加足底筋膜炎、拇外翻和膝關節磨損的風險。醫學界對此的共識其實早就存在。但真正推動公眾意識轉變的，不是論文，而是越來越多女性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忍受這些？答案最終指向了那個看不見的凝視。從歷史維度看，高跟鞋的流行本身就是一部性別規訓史。16世紀，高跟鞋最初是波斯騎兵的馬靴配件，後來傳入歐洲宮廷，成為男性貴族的權力象徵。到了18世紀，啟蒙運動興起，男性開始推崇理性與實用的着裝風格，高跟鞋逐漸退出男裝領域，轉而成為女性的專屬。在這一過程中，它的功能從彰顯權力變成了展示優雅，而優雅的定義權從來不在女性自己手裡。類似的劇本在束腰果、小腳、美甲等身體實踐上不斷重演，每一次都是以美為名，對身體進行規訓和改造，而女性則被要求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一切，甚至主動維護這套標準。所以，當肖戰說出那句"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的時候，他真正觸動人的地方，不是一個明星的謙虛或低調，而是一種稀缺的清醒。在所有人都告訴你你應該要的時候，你還能不能聽見自己心裡那聲我不想要？這種清醒放在女性身上，就是有人開始拒絕穿高跟鞋上班，不是因為公司允許，而是因為他們不再把得體的定義權交給別人，是有人不再為了顯瘦而節食，而是開始關注體能、力量和身體的真實感受，是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曬出素顏、贅肉、疤痕，不是標榜真實，而是不再把被觀看當作生活的默認狀態。這不是反美，而是反強制。不是不要精緻，而是不要必須精緻。退一萬步說，一個人選擇穿什麼、怎麼活，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場需要向全世界解釋的答辯。肖戰可以不回應金鷹獎的喧囂，一個普通女性也可以不回應你應該更美一點的凝視。這兩件事本質上沒有區別，她們都是個體在奪回對自我生活的定義權。真正的狠人，不是那些把獎盃舉得最高的人，而是那些在所有人都喊衝的時候，敢停下來想一想，這條路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走的人。真正的自在，從來不是贏下了所有別人設定的比賽，而是你終於有底氣把裁判椅撤掉。